现在已经上午11点多了，我们才刚过来。不过门口没有顾客，只要门口没有顾客的话，那也不算是迟到吧。最近人是真的少，这个11月份应该是我开店以来人最少的一个月了。然后上一期视频我说凉透了之后呢，有人说我哭情，说我一个上单起码都得赚1万。那正好最近素材也不多，我正好给大家讲一下，可能大家也比较好奇这些问题，就是自媒体上单和实体店。我平时其实也会关注一些其他的开店 UP 主，大概的话在 B 站我感觉就分为2类，一类的话就是卖产品，一类就是卖服务。卖产品的话，我感觉人家90%都不靠自媒体赚钱，只靠自媒体去宣传。一是体量确实有点难做大，第二就是商单的在他们盈利里面占比太低了。卖产品、卖吃喝的话，再加上可以发快递，人家一个小店再加上几万关注，随随便便一天都能做到1万、2万营业额，甚至有时能做到3万，真的非常非常恐怖。但我们服务行业又不一样了，我们需要到线下来消费。就是虽然你可以把内容做好，你可以靠内容去做大体量，但是就像猫布里呢，已经做到100大 UP 主了，就是这种模式，店里面的盈利依然是有限的。再加上这2年自媒体确实是比较难做，可能短视频平台会好一些，但像我这种单平台的 UP 主来说，B 站变现能力确实是有限的。创作激励的话，顶多会给你一个基本的保障，然后就是我们也没有产品可以卖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做加盟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获利途径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接商单。可能很多人认为接商单也能赚很多钱，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给大家看过我们 B 站最近1年的总营收吗？创作激励好像比商单还要多一点，现在商单的占比确实会高一些了，具体额度的话，因为有协议没法准确告诉大家。但是我可以说的是，我们一个月只接2个商单，这2个商单只够我们店里面的支出。店里面的支出就是单纯的房租加物业费，再加电费的话，我说实话可能就不够了。可能很多人认为商单的价格远远高于我所形容的，那可能是大家把定制视频和植入视频的概念给弄混淆了。定制视频确实比植入视频要高很多的，但是我们为了观众的观感，就是找我们做定制视频的都被我们给拒绝掉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一个都没有做过。然后再说回我酷刑这个问题，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了，我们就是正常记录店里面的日常。亏就是亏，赚就是赚，我不哭情，我也不炫富，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再说我哭情总得有点什么目的吧？我们再不赚钱的时候，我们也整天嘻嘻哈哈的呀，我们也没有表现得很惨，让观众给我们充电，我们也没有高价带货什么之类的。那我哭情干嘛呢？现在的现状就是商单的收入可以把我们的店铺支出给填平，但就是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这个月的营业额除去花的工资和其他的损耗和花销，我们2个能剩1万块钱，我就得去烧香了。说实话。这就是我们店里淡季还能接到商单的现状，亏是亏不了，但相比较我们投入了5、60万来说的话，这也不算特别成功吧。最后再跟大家聊一下加盟这件事，说一下我为什么不做加盟。这行我说实话，我能想到赚大钱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加盟，就是你给他们冠名，找几个人负责全包。说实话，比接多少个商单赚的都要多得多得多，因为花钱这件事谁都会做。很多人就差一个渠道，就差别人推他一把。大家要知道，很多人想创业的时候，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盲目的。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前年刚过完年，在老店还有疫情的时候，第一次有人上门跟我们聊开店的事儿。他呢就是自己工作了几年，加上家里的积蓄有20几万，想拿出来一半创业，但自己完全不懂，非常想要加盟我们。那时候我还跟老板娘认真讨论过这件事，但最后还是让我们给拒绝了。因为在我的认知里，他去做这件事是绝对亏钱了。他如果加盟了我，我收了加盟费，他不赚钱，每天亏找我抱怨的时候，我是会有心理负担的。我并没有那个能力保证他去赚钱，而且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单纯，我还喜欢劝别人。就是以我现在角度来看，可能我劝过的人，他们并不会把我当什么好人，只会认为我不说实话。可能虽然我拒绝了他，他也可能会继续去做，也可能会加盟别人，让别人去赚这个钱，但起码我心里是好受的。就是我真的干不出来，我觉得他不行，但为了赚加盟费，我就说你加盟我吧，你是个经商奇才，你干这行绝对嘎嘎赚钱。我真的说不出来这种话。有的人就是有了点名气，想的就是开分店、搞加盟赚大钱，带领别人共同致富。其实也没有错，我很佩服这种人，但我确实能力有限，再加上可能是我的一些经历问题，可能跟别人想的不太一样。
像我前几年住了1个多月院，做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手术，我的想法就是保证身体健康，多陪家人，过得开心，赚踏实的钱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一位是之前在我们店通关症状疾病的一位顾客，他走了1个月之后又回来了，之前在青岛住了10天，这一次打算再住半个月。真从加拿大带薯片回来了。他原本是在加拿大上学，然后这次是回去收拾行李的。他非给我说加拿大的番茄味薯片跟国内的不一样，他竟然真给我们带了2袋薯片回来。现在1楼大厅有2位喝饮料的，1位喝着饮料玩游戏的。一般自己带笔记本过来玩的话，点杯饮料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其他的收费。像这一位还在这玩炉石传说呢，真是死忠粉。这边还有1位在玩 COD 20的。像这位顾客的话，他一般新出的 COD 都会来我们这儿给他打通关。没想到今天人居然还这么多，就别看一天来个3组4组的，这给我感觉已经是人非常多了。最近的话真是救济惨淡。然后这边还有2位在这玩动物派对的，这个游戏好像玩的人不太多。今天我们收到了一个快递，是朋友给我们寄的这个卡里古拉2的游戏盘，一共是有5盘，我们征求了他同意，店里留1盘，剩下这4盘的话，看看在动态抽奖里给大家把它抽掉。我这边肯定选奎因，我就要奎因之谜。行了，帅哥，还有盐啊？你看。游戏结束了。我游戏结束了，哎，气死我！就等那个标。你这个一放太草率了，知道吗？这个一放太草率了。给你换个不咳嗽的手柄。玩 COD 卡关了，然后我们这有个顾客就带来一个精英手柄给另外一个顾客用了，因为我们店里是没有精英手柄的。换一个手柄看看是不是手柄的问题。哎呦，好像是准哎。强调抹够了。应该不是呢。又来了2位玩马里奥惊奇的顾客，是带孩子过来玩的。感觉马里奥惊奇现在已经算是我们店Switch上数1数2火的游戏了，就来玩的顾客特别多。刚刚这个顾客给老板推荐了一个电脑上的游戏，然后老板就上手玩了，没想到围了好几个人在这看呢。今天人还挺多的，现在这一会儿还来了5位在这玩桌游的，他们在玩这个桌游叫做出包魔法师，也是一个挺欢乐的桌游，可以3到5个人一起玩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在这玩电脑的，几乎天天都来。感觉我们店现在都有种那个爱情公寓的感觉了，就是有很多人会把房子租在我们店周围，然后来的顾客也会经常过来，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，就店里每天都特别热闹，然后来的顾客都是些老顾客，大家可以聚在一块玩游戏。我跟你说，谁说 FC24这种游戏不运动？我们这就有顾客踢球踢抽筋了。哦，传越位啊！越位啊！听你谁说的传？刚才传就不越位，你现在晚了。刚才确实不越位。教练会错吗？什么是越位？来了一个天津过来的股东，今天下午在店里玩了一下午，然后刚才出去了一趟，没想到给店里所有人都买了汉堡，真的是太客气了。这我这么拿不好看。不是我想给大家看的不是你的剑，我想给大家看你这个头型，就知道为什么你的店叫菠萝商店了。去边去！去边！使劲挣钱了，你还中午请我们吃饭？去！看这个头像像个菠萝。刚跟这位股东聊完天呢，我发现他也想开家电玩店。他是因为之前工作很不顺利，所以说已经辞职了，打算之后开家电玩店。我最近遇到好几次这种情况，都是因为工作不顺心辞职开电玩店。他们可能对于金钱的需求没那么高，只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而已，想要多认识一些朋友，想要跟之前再也不联系的朋友继续联系起来，想要多点时间陪伴家人。但是不一定非得开电玩店呀，是不是？我们店一个人没有，
酒吧现在人满了，人满了。以后别开电商店了，全去开酒吧就行了。酒吧比电商店赚钱赚多了，赚多了，老挣钱了，老挣钱了。喝你不想做加盟吧？太挣钱了。你别说你要做加盟，不做啊！行，这是真挣钱。不做